今年樱花基地的老板说他买了一些太阳能灯，一个人装不了，让我过来帮忙。大家看，他们这里面啥都有，这里有一颗怡果，在我们这里叫牛麦，但是说明语叫羊奶果。待会给小青和一恒摘一点过去，酸掉他们的大牙。但是我不太敢吃，我看着我的就已经开始酸了，口水都掉出来了。一恒没有吃过这个，我们小时候是我们的零食。那时候上山去放牛的话，就喜欢摘这个，看。哎，太酸了！我记得小时候不这么酸呀。他们这个樱花基地叫四季樱花园，但是只有一季在开花。这些小猪背鳍是老板自己弄的，用水泥做的，已经断掉了。其实这个是空心的，他用这个稻草弄了后敷了水泥在外面，所以说不怎么结实。现在到了他大钢架棚这里来了。张妹妹来，刚打是吧？我讲的这个，好了，等下。对子。哎呀，老个俺的茶水呢？这可能好吃两。这胸膏，2种这好多钱克啊？2个10万。我自动灯就俺用自动灯。好像也多。太阳能，这个是不用电的，有太阳它就会亮。我去他们俺不喝，我就他们。大家也玩过。现在把这个灯装上去。放在这个位置。够掉。不晓得弄翻了，给宝宝装翻了。给这个太阳能灯装在这个地方，它就可以照亮到四周。因为樱花基地里面没有安装灯，也没有路灯，就只能白天来玩。晚上进来的话就是一片漆黑。而且老板选择太阳灯的目的就是为了省电。太阳灯它就是靠白天的太阳照射，然后发电，根本就不需要用电。这样算起来的话，比用电的路灯节省了很多。直接把它绑在那个柱子上，固定好。这整根雷呢。咱们得走过2个现在。因为今年也给我收了好多钱门票。我今年太阳，今年天气不行了。可以了。现在可以正常的开始运作了。那亮不亮？喂，这个太阳可以，只要有太阳它就能亮。送了我们一把锯子，然后放在车里面，平时可以用上。我们去看一下他们的风塘里长得怎么样。大家看这是什么？老板是个人才，总是喜欢自己在脑海中想象的东西把它呈现出来。在现实生活中，我们没有见过有这样的雕塑、这样的人像。如果说一个人在这里的话，感觉有点吓人，特别是晚上。哇，这里好多樱桃啊，可惜是野生的，但是它的味道跟那种大樱桃差不多。给小琴和叶恒摘一点去，他们应该喜欢吃。这个基地里面感觉野生水果好多呀。你们有没有见过这么小的樱桃？哇，像小时候玩那个玩具枪子弹一样。再这么一会儿这么多了，小琴可能一口就吃掉了。摘这个樱桃太解压了，一颗一颗的摘，主要是太小了，摘老半天都才一点点。
哦，这么多，这些应该够小贤和一恒吃了。难怪蜂塘里面的那么贵，开了那么多花，一根枝叶上就结1、2个。其实是被在那边种蜂塘的那位老板说对了，他说他不会管理，因为在开花的时候他们没有打药，要打那个保花果的药，因为打晚了，所以说这些全都掉了，就只有少部分没有掉。所以说蜂塘里的产量是极低的，卖的贵的原因可能也是其中之一吧。我看了半天，我都没有找到哪里结了一颗李子。我们上次来的时候全都是开满花的，结果它挂果率是极低。看来我们那时候的蜂塘里，向那位老板学习了，要怎么管理，怎么施肥，怎么打药。蜂塘里一旦管理不好，没有及时施肥打药的话，它是不挂果的，一泼上来根本就看不到2颗这样挂果的。就刚才在那些面看到一个，这些全都是开了花又掉了。所以说大家不要去盲目的投资这个农业，你一旦不懂的话，就会赔得血本无归。这位老板在这里呢已经赔了500多万了，现在除了这一片的樱花树和这个李子树，没有给他带来任何的收益。上次收门票的话，听他说也就只收了几千块钱，毕竟那几天一直都在下雨，也没有出太阳，人们也不愿意来赏花。真的是投资有风险呀。这么大一坡，一共200多亩，结果一颗都不结。哦，这里结了一颗，这棵树上还有几个，这里一个，这里一个。这棵今年应该可以摘一些李子，可能这一棵树上结的有几十颗这个果子。终于看到一棵有希望的树了。老板说这个蜂塘里特别的娇气，一旦管理不好，它也生气不挂果。老板种植了4年多的这个蜂塘里，也是拿它没有办法了。一般蜂塘里第2年它就要开始慢慢的开花挂果，第3年就是增收的时候。这几年一直都没有挂果。去年呢，老板就听说，这个蜂塘里要拉枝嘛，就像这样压枝，用一些绳子给它压下来。结果去年忙了几个月，把这些全都压完之后，今年还是不结，看来还是在这个施肥和打农药上面有一定的问题。明年应该会吸取这方面的经验，继续再管理1、2年，看一下它是不是这个问题。又发现一颗更大的，这个打起来比那个好打多了。大家看这个樱桃晶莹剔透的，给一恒小贤摘一点这个杨乃果去。本来都要走了，查查又看到这颗，他又带着瓶子来了。我们已经装满1瓶了，他又来打。好大颗呀，看。哇，像珍珠一样，太美了。别看这么小一颗，可甜了。甜，看这什么？哇，这是啥？哇，樱桃。对，野樱桃。这么快就成熟了？是啊。酸酸甜甜的，好好吃。等一恒醒了也给他吃一点。好。